你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山猪吃不了细糠吗？扎铁最近不是喜欢上了一个小女孩吗？但可惜人家要走了，人全家要去法国，过年前就要走了。扎铁就来找我来了，郑重其事的跟我说，他也要去法国。你连英语都不会说，你上法国你咋办呢？法国人也不会专业的语言，会专业的语言。我说扎铁，你就爱吃那几样东西：热面条、疙瘩汤、菜汤拌饭。你根本吃不惯西餐，你还法餐呢？我吃过披萨饼。于是迫于压力，我就在那个小女孩离开之前，我约了一下他家人一起吃个饭。法餐还挺小资，就高档轻奢风那种的。路上我还叮嘱张大铁，我说你到那儿你别掉链子啊。到了餐厅，张大铁必须要点菜，因为中国餐馆吧，菜牌上都有图，张大铁不认字也可以看图点菜。要是这个红菜呀。到了这儿，一打开菜单，一个图没有，还一堆英文，啥也不认识，懵了。我说没事儿，你不认识妈替你点。他告我别吱声，然后装模作样冲着葡萄酒单点了一份锅包肉。这个我没有，我没有。开始上菜了，第一道菜就给张大铁造懵了。第二道菜鱼子酱，张大铁当时已经很饿了，上去就是一口，把盘子给咬了。他姐告诉他，你要吃上面的鱼子酱。他吃了，还不如吃盘子呢。第三道菜是扇贝，而且人家说这道菜的巧思是扇贝上面点缀的花朵都是可以享用的。你知道这个花也是可以吃的吗？我为啥要吃花呀？吃花是鞭炮，吃花啪啪。第四道菜我没听懂是啥，反正有3块大萝卜和3片香菜。这是道菜呀，这是道菜呀。这法餐我也吃不惯，那咱们吃一个法国百吉福奶酪棒吧。这个百吉福知心满满的吉福桶，能玩击鼓传花，还有知心话祝福。朋友问早答考试怎么样？奶酪棒马上结尾，考出最好吃的芝士，氛围一下好起来，孩子也不尴尬了。软软知心超好吃，而且营养好，过年送人贼有面。第4道菜吃完，张大铁彻底被法餐造懵了。服务员中间过来问有什么需要的吗？我要大米饭。什么叫大米饭吗？拿去，这得没要米饭。那你专门点儿呀，专门点儿呀。他就一直跟我喊要大米饭闹，我最后没办法偷摸给点了一个外卖。哎，你们看见过招魂吗？大米饭来了，吃吧。我只能说孩子的魂儿回来了。自己干完一碗之后，看那个法餐还有菜汤没用了，还给他姐整了一碗。谢谢你，拿铁，但是我不吃，他也吃大米饭。哎呦我的妈！这顿法餐吃完啊，再也不提去法国了。不但再也不提去法国了，而且还吃出软肋了。刚才去超市不听话，非要买糖，非要买糖，不买不走。给我买吧，我想要，我想要。你要买的话，完事咱去吃法餐。我不是法餐。哎，你们相信不？其实《再见爱人》里这个麦琳她嫁错人了，她有一个绝配，就是俺家大胖媳妇儿。哎，真的，麦琳要是嫁给了大胖媳妇儿，那真是嫁到了他的新趴上。最近我在跟大胖媳妇儿，我俩一起追《再见爱人》，这个麦琳不是说啥话都绕着弯子，老让你听她的弦外之音吗？给别人都整懵了。但是巧了，大胖媳妇儿根本听不懂弦外之音，她听人说话只听字面意思。那天我看麦琳跟李阳亮生气了，说自己不录了，我这边看着这个憋得慌，结果人大胖媳妇儿，耶，我们饿。你为什么不开心？他要走了，他要走了。但说实话哈，大胖媳妇这个听人说话只听字面意思，完全不内耗这个特质，她只适合麦琳这种性格，因为她不会被她耗进去。但对我而言呢，她有点耗我，还耗张大铁。有很多时候哈，别人的这个弦外之音都得张大铁替他爸翻译。我妈最近在给自己装修新房子，然后那天俺俩跟我妈选电视的时候，我就跟大胖媳妇说，我说你就信我的，买最大的。我妈就是爱面子，爱排场，你就买最大的。大胖媳妇说，那电视也不是说越大就越好，咱得亲自问问我丈母娘说她到底要多大的。然后我们就给我妈打电话了，我妈是这么说的，反正你二姨家不就买了75寸的吗？75的吧，你老姨家整80多，气派是气派，但是吧，其实我还真是我不愿意跟他们攀比，挺老贵的，反正也是你哥和你小弟就非得给买嘛，说是尽份孝心。我确实就是我不比他们大2岁嘛，我就确实是我有时候在你老家看小电视，我就看着可费劲了，眼睛都干了。挂了电话，我转头问大胖媳妇，所以我妈需要什么？要药水，要药水。给我急的，我跟俩孩子说，你俩告诉我，给姥姥买什么？完了钱哪天？哦，对，完了钱。所以你看，跟他有啥话就得直说。你看我妈念叨喜欢拍照，她说可以给我妈报班学摄影，我说你歇歇吧，快把小米15手机给我妈送过去。徕卡光学硬件素质拉满，拍出来的人一看气血就好，白里透红。AI 算法直男拍法也出片，跟苹果设备传照片都很方便。我都懒得跟大胖媳妇解释了，爱咋咋地吧。但我觉得可以让扎铁试一下。我说扎铁，你能不能找个机会跟你爸唠一下，跟他说一说这个道理，就是人有的时候说的话是这样说的，但他意思是相反的。妈妈，你懂吗？姥姥说她不要太大，意思就是她要最大。为什么？吃饭的时候，
说咋不撑死你呢？妈妈是要撑死你吗？妈妈是说，对啊，你别撑死我。真的吗？真的，我看电视的时候，妈妈说你一直看啊，你别睡觉，明天也别上学。妈妈是让你不睡觉吗？不是，妈妈是让我睡觉。对啊，你少看电视。不是，你问妈妈要自行车的时候，妈妈说我看你像个自行车，是说你像自行车吗？对。为什么？因为妈妈说我像自行车。不对，妈妈说的是我像自行车。我像自行车。我是自行车。妈妈说我像自行车。你这都掉。我像自行车。爱咋咋地吧。张拿铁阴差阳错接了一部戏，别说作为男演员的他第一次进组演技还不错，但是他非常的油腻，在剧组甚至人设崩塌。最近呢，我在整一个小短剧，有一场戏是我们的女主要做一个模仿秀，然后现场女主跟我说她这个模仿秀其实需要一个外国人跟她一起穿着东北大花来一个就是炸场，所以当时我们就急需一个外国人火速过来搭戏。选角导演一听傻眼了，外国人这大冷天荒郊野岭的，我上哪找那玩意儿去啊？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就都投向了我。我说啊，我的确手上有一批现货，你们想要雪人啊，我可以随时让他来。但是制片主任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他跟拍短视频不一样，外国人不管参演什么形式的影视剧，都需要提前报批，不能说上就上。那你现在拿雪人去报批，咱等结果，那肯定来不及拍呀。我说那咋办呢？后来经历了我们严肃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只有2个解决方式：一，找一个中国人，但是长得非常像外国人。全华语区我们筛选了一遍，合适的只有费翔老师。我看了一下我们的预算，觉得和费翔缘分还未到，那就只能是第2种方式，就是找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又有中国身份。全剧组都安静了，这上哪找去？10万火急的时候，远在西方的智者，我的婆婆温迪正好打来了电话。我说温迪，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聊天，我现在就需要找一个有中国身份又有外国长相的人，根本找不着。温迪听完这个描述，沉默了5秒钟，淡定的跟我说：哦，我可怜的傻孩子，你一定是忙晕了吧？你找的这个全世界稀缺物种，难道不就是远在天边近在铁岭吗？ Your son 拿铁章到现在连加拿大都去不了，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吧？他是一个外国人吧？你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属于 riding a donkey to find a donkey 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呢，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那孩儿却在客厅抠线裤。温蒂姐我燃眉之急，我必须送她一份大礼。我准备了羽西人参面霜和眼霜，专为50+熟龄肌研制，足足的长白山人参精华和西域圣女花，滋补成分帮她紧致提拉，养出好气色。羽西是护肤界的白月光，这次也给她一点小小的国货震撼。我就让我爸把张拿铁带来拍戏，张拿铁一听还不去，我爸给了一块绿豆糕。于是到了剧组，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张拿铁，引发了剧组一定的骚乱呢。服化道都没人了，都去楼下玩张拿铁去了。张拿铁到了之后，发现自己平时在家被我批，被他爸批，被他姐批，而在这里，他居然是一个idol，瞬间油腻了起来。弟弟你好漂亮，有一个高吧。油腻的张拿铁居然人设崩塌，人生第一次自己主动飙英文。我在楼上工作呢，就听楼下尖叫：张拿铁说英语了！哎呀，怎么这样？他说英语了。张姐，你刚才说啥？我听说你说英语了。来，你跟你妈说一句，快点的。你不加说话，你不加说话。